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在股民圈子里广为流传的观点：炒股就是炒人性。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或许很多人听过类似的说法，比如投资是反人性的，克服人性的弱点才能赚钱。但你真的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吗？在股市中，很多人输并不是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心理上，被自己的人性弱点所左右。他们可能掌握了足够的技术分析方法，但在面对市场波动时，仍然无法保持理性，最终导致亏损。那么，人性的弱点究竟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行为？我们又该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实现稳定盈利呢？今天，我想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和深入的分析，带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你的共鸣，让你在投资的道路上少走弯路。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你走进了一家豪华的赌场，口袋里揣着1万元，心想着试试运气，说不定能赢点什么。结果你的运气不错，很快就赢了另外1万元。这时候你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呢？很多人会把自己带进去的那1万元放到一边，心想这是我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能动。然后拿着赢来的那1万元继续在赌桌上搏杀。他们觉得这钱是白来的，输了也无所谓。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或许你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实际上，这种心理恰恰反映了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不论钱是怎么来的，它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把2万元都带出赌场，它们都可以用来购买同样的商品和服务。为什么要对钱进行这样的区分呢？这就是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概念。我们在心理上把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对待方式也不同。这种行为在投资中非常普遍，也常常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策。这背后反映了人性的弱点。我们对待得来容易的钱往往不够珍惜，而对辛苦赚来的钱则格外小心。在股市中，这种心理也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个重要的学科——行为金融学。这是一门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力图揭示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从而解释、研究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我们的日常投资中，时常会有很多心理和决策是不理性的。接下来，我将列举一些我们比较容易陷入的误区，希望大家能够警惕并尽量避免。1. 自骗机制。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提出过心理防御机制，其中一种就是自骗机制。这指的是人们会扭曲和美化事实的真相，以符合自己的预期，甚至脱离现实。在股市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举个例子，很多投资者在谈论某只股票时，会滔滔不绝地说，某某股票是行业龙头，题材好，业绩优异，市盈率低，政策扶持，未来趋势一片光明，就是好，就是妙，就是呱呱叫。听起来，这只股票似乎有着无限的潜力。然而，投资者真的深入研究过这些所谓的利好因素吗？他们是否审慎地分析过政策对公司盈利的实际影响？这些因素能否真正反映在股价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选择性地接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和负面因素。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当我们买入的股票大幅下跌时，很多人会开始责怪外部因素，怪庄家打压股价，怪朋友推荐错误，怪证券老师，怪证监会，甚至怪星星怪月亮，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当股票出现利空消息时，有人会说利空出尽是利好。当股灾来临，自己没有及时卖出，又安慰自己说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长期被套牢的股票还自我安慰，我是坚持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这种自我欺骗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泥潭，无法及时调整策略，最终导致更大的亏损。2. 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投资者倾向于过早卖出上涨的股票，而持有下跌的股票过长时间。简单来说，就是止盈持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人们在面对盈利时倾向于落袋为安，锁定利润，而在面对亏损时却不愿意承认错误，希望行情能反转，挽回损失。这种心理在股市中非常常见。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只股票盈利了，你立刻卖出，觉得安心了，而另一只股票亏损，你却一直持有，心想再等等，说不定会涨回来。然而市场并不会因为你的期待而改变方向，持有亏损的股票只会让你的损失越来越大。你在买卖股票的时候，是看你整个投资组合的收益，还是看每个单个股票的收益呢？其实不管是哪只股票挣来的钱或者赔掉的钱，都是一样的钱，你关心的应该是整体的收益。可是现实当中，很多人都会关心每一只个股的收益。这个股票如果赔了钱，就不愿意去卖掉，要等着它反弹；另外一个股票如果挣了钱，可能就会把它卖掉，落袋为安。这样的心理行为其实非常的普遍。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告诉大家亏了就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养成的心态平衡的潜意识。人在逆境时会用希望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只有这样，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止盈持亏也算是希望在股市中的体现。3. 锚定心理。锚定效应是指人们在对事物做出判断时，容易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就像船上放出来然后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维固定住，用成语总结即先入为主。举个生活中的例子，一位姑娘在25岁时曾经和一个高富帅交往过，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之后每次找男朋友，她都要和那个高富帅比较，心想当初那么好条件的我都没要，后面要找的起码不能比那个差。姑娘没有看到自己年龄渐长的现实，眼睛一直盯着25岁时抛下的那个锚。这就是典型的锚定效应。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在股市交易中，锚定效应也非常常见。比如股指在5100点的时候你没卖出，后来跌到4900点，你舍不得卖，心里想着等涨回到5100点我再卖，结果再也没等到。4500点的时候被4700点锚住，4000点的时候被4200点锚住，3500点的时候被3800点锚住，一路下跌，一路被锚定，一路不甘心。这就是为什么在连续暴跌的时候，股民往往呆若木鸡，丧失操作能力，而当大盘开始反弹的时候，如梦初醒，纷纷挥刀割肉。因为一反弹，股价容易达到之前锚定住的位置，于是就很有割肉的冲动。我们往往被过去的价格所束缚，忽略了当前的市场情况和未来的趋势。4. 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指的是在一个投资群体中，单个投资者总是根据其他同类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在他人买入时买入，在他人卖出时卖出。在投资股票积极性大增的情况下，个人投资者能量迅速积聚，极易形成趋同性的羊群效应。追涨时信心百倍，蜂拥而至；大盘跳水时，恐慌心理也开始连锁反应，纷纷出逃。回想2007年中国股市的红红火火，
当沪指冲到4000点以上时，已经有人指出股市市盈率过高，担忧股市泡沫的破裂带来整个股市的大崩盘。当股指迅速蹿升到5000点时，贪婪的股民开始嘲笑那些提出担忧的人是在杞人忧天。当股市更迅猛地站上6000点后，更多人开始坚信股市站上10000点绝无问题。然而，泡沫终有破裂的时候。当实体经济终于无法支撑股市过快的增速时，股市的崩盘开始了。在迅速的崩盘中，众多股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羊群效应，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甚至直到2000点以下，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仅有15倍左右，都不敢再入场。跟风操作只会让我们在市场的起伏中被动受挫，无法实现稳定盈利。那么靠什么盈利？一句话就是：用规则解决止损和开仓，用趋势解决止盈，用趋势诠释概率，用概率解决信念，用盈利增加信心。纪律和心态控制重于一切。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经过市场考验的交易系统，否则就有流于空谈的危险。一套趋势交易系统，一套经过验证的稳定盈利的系统，外加交易的规则，外加资金管理，多品种，分散风险，占据概率优势。长期坚持做下去，在这个框架内，自己有了更灵活的交易手法，纪律的遵守靠自觉和意识。明白炒股的对错是相对的，炒股获利的方法是多样性的。形成了自己的对错观点，适合自己不一定适合别人。入门后要面临的人性和执行观，面对的是恐惧和贪婪，面对的是自己。你会发现有2个自己在内心中打架。入门后有了自己的系统和规则，交易有了框架。但是由于自己的人性修炼不够，由于股市行情的不确定性，追求完美的本性，人性的复杂，行情的波动起伏，所以即使有了系统也执行不动，执行的不彻底。第一，继续修炼人性，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相信自己，用时间去让自己做到。第二，执行不动，追求完美的本性，会让你放弃自己辛苦建立的系统，继续追寻更完美的系统，又走出了大门。炒股做到最后，越会理解人性的重要性。炒股等你悟到了，会发现执行特别难。人性的问题不解决，想赚到钱特别难。一般都是盘后看，钱是离你那么的近，可就是做不到，做得不彻底，成为一个阶段的问题，困扰着自己。炒股想稳定盈利，前提是资金管理做得好。资金管理是稳定盈利的基础。炒股盈利的方法是逆人性的，逆大多数人的人性的，所以这也是炒股难的原因之一。对待行情的态度，不预测，只跟随。行情怎么走，你一片茫然，心里想，我真的不知道。这时候你就成了，你放弃了自己的主观思维，完全听市场的，因为你已经跳离猜行情的阶段了。行情怎么走你不关心，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但是你心里知道，我知道怎么做。卖盘啊，消息啊，新闻啊，主力持仓啊，这些东西你根本不关心，你也关心不好，反而添乱。明日的行情怎么走，你根本不关心，晚上也不用熬夜看外盘，安心睡觉。论炒股的简单和复杂，炒股学习的过程，一个是从技术上变简单，另一个是从心态上简单。只有做到这2个简单，炒股才能真正的变简单。简单与复杂是相互关系的，不经过复杂的简单不是真正的简单，从复杂中走出来的简单才是有用的简单。如果你把炒股看得太复杂，那么炒股就是复杂；如果你把炒股看得简单一些，那么炒股就是简单的。炒股的复杂和简单完全在于你自己。
炒股简单一点，无非就是上涨和下跌两个方向，那么炒股就变简单了。其实你不需要非要知道股市投机的本质，价格波动背后，你只要知道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如果你非要复杂，价格涨了，你非要弄清楚为何涨了，基本面，还是某某机构买了，还是某某基金平空了，你考虑的越多越复杂，你参考的越多越复杂。炒股中对自己人性的感慨，稳定的亏损，怎么做怎么亏是一种习惯。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刚开始炒股的时候，搞不好还能赚钱，稀里糊涂的赚钱了，甚至赚到大钱。过一段时间，被市场教训几次后，才发现自己的无知，于是自己找书，到论坛上学习，结果是越学越亏，怎么做都是亏，亏损成了一种常态，直到把自己的资金亏完为止。稳定亏损是一种习惯，越做越亏，市场和自己作对一样，好像庄家盯着自己的单子一样，专门杀自己的单子。什么造成了稳定亏损？人性，人之本性，人的本能反应。一个正常的东西在投机上就成了你的投机弱点，以及你的惯性思维和行为，一连串的因素造成你稳定的亏损，怎么做怎么亏。人性就像地球的引力一样，抓住你，不让你的投机梦想起飞。好像这一段时间是股市的黑暗期，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看不到光明的时间段。大多数人在这阶段被消灭了。人性的问题靠什么去解决？靠系统和规则。等你有了系统，还会发现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怎么解决和自我调节？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你不断的解决。对快乐交易、轻松交易、自信的交易的向往，是一个人成熟稳定盈利的表现。一个成熟稳定盈利的人，心胸豁达，心态平淡，对人对物都谦和。有人说炒股的人要比大多数人多走了几个轮回，因为他走过了自己该走的路，经历了死而后生的考验，所以他心态变好，心胸变大了。炒股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凡是炒股5年以上，专职炒股5年以上的，你问他，你亏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说是技术的原因，都会说是心态和执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的指标和信号。炒股的技术并不难，难的是再往前进一步。股市的学习历程是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大多数人做到了技术上的简单，但是心态是复杂的。大多数人亏钱都是因为心态的复杂。技术分析是图表分析，关键是从图表里把握多空力量，从力量变化里推测各种参与者的心理，从推测心理里推测未来大概率的方向和时机。站在大概率之上，这是孙子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找到大概率的东西，交易的盈利核心就有了。交易需要形成一套以大概率的东西作为盈利核心的交易模式去套行情。如果这套模式是机械的，很难适应变化的行情。当把握住模式的核心，灵活运用模式，就能适应行情的多变。灵活运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交易模式每个环节都用心打磨。力量分做多的多军和做空的空军。股票上的空军指的是平仓，参与者主要是战场的炮灰、散户、我的天敌、中等大资金、我的靠山、大资金，以及战场的神、超级大资金。力量在盘面上的表现是时间和空间，从时间空间的变化里衍生出周期级别、速度、角度、形态、阻力支撑点位、阶段，还有2个容易忽视的，力量积累释放的时间长度、波动时间段。而推测心理
就是从时空衍生出来的东西里推测各种参与者的意图。形态不专指 K 线形态，如双头、多头，也可以指指标的金叉死叉，这个看个人的使用工具而定。股票还有个量，这个因素我不熟悉，因为炒股我属于投资，不看重量。我是外汇黄金出身，外汇黄金盘面没显示量，这个量的因素我就没给它留下交易系统里的位置。以上是技术分析的元素，开发一个交易策略所需要的原材料。落实这些分析元素需要技术工具。我的工具是 K 线、60均线、道氏理论、波浪、黄金分割线、趋势线。以前对号称指标之王的 MACD 研究比较深，虽然舍弃了，但研究比较透。以后也可以单独把我的研究拿出来给喜欢这个指标的参考。每个工具都有其目的，技术工具组合起来落实自己的思路。工具的多寡和对市场交易的理解有关，和心态有关。对市场和交易理解的越浅，工具越多；心态越好，工具越少。我的很多工具实际上是安定心用的，否则裸 K 就够了。以后还会减少工具，工具由多到少是一个认识加深、心变大的过程。技术分析因为本质是心理分析，所以盘子越大的品种，参与者众多，心理痕迹越明显，越适合技术分析。而像股票这种盘子越小，技术分析对抓时机并不好用。我做股票是很简单粗糙的技术分析，我要做短线股票也绝对亏。我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所以我不做短线股票。我看的股票技术分析是月、周的技术分析。做股票短线、中线、基本面分析的重要性要比技术分析大。听到一句话，男人不可以江湖终老，女人不可以风尘依归。笑脸迎人打探消息，短线当冲球取价差和烟花吃笑、刀口舔血，在意境上没什么差别。短线当冲每天都想要套利赚钱，短线闪来闪去的结果，不是丢了个西瓜捡了颗芝麻，就是输了头牛赢了只鸡。想要吃一个便当，却赔上一顿加粉味的大餐，当户头金尽，才一路哭啼撞墙莫及。听消息用耳朵做股票的人，很少能分辨消息的真伪，何况这些消息也都是经过5手、10几手的消息，参考性如何可想而知。再说消息的本身，对走势来说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市场对这消息反应的倾向。也就是说，市场把利多、空的消息看成利多、空反应，还是当成利多、空出尽。庄家工于心计，善于发布消息，你也要小心口蜜腹剑，人心隔肚皮。有了消息，你就会有预期心理，在操作上反而是一大障碍。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听消息或短线操作，但所见听消息做股票的，刚开始或许会有点甜头，但最后也都死于消息。短线的操作者最后也都死于短线。真正在股票上赚得到大钱，大半是依靠技术面波段操作。股市要赢要靠波动，愈大的波动愈好。大赢家们的钱是做着赚来的，而不是靠短线进出的技术得来的。如何抓到大波动，这是波段操作的精髓。要知道短线进出失误的几率大过于以趋势盘为主的波段操作失误的可能1000倍万倍。1寸短1寸险，看5分 K 的赢不过看10分 K 的，看15分 K 的又输给30分 K 的。原因在于你不是每次都对，但减少出手次数就是减少失误率，也少被包掉手续费好几层皮。因此着重深层的思考与顺着趋势的波段操作才是获利的不二法门。浪头抓到了，也快速地脱离了成本区，接着就是线不转单不转的轻松控盘。大盘无好坏，只是你站对边了吗？会跌到哪？别问我，趋势会告诉你，坐着等就是了。急行过后总要休息，拉高之后就是出货。
预设立场是金融操作者的天敌，不要太过希望行情会立刻有所进展，否则你会根据预期心理进行买卖。虽然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希望是一种美德，但在交易中，它却会成为真正的障碍。一个新手盼望市场会转变成对他有利时，往往会违反基本的买卖规则。成功的操盘手能够在买卖中把握当下，不受情绪影响。预设立场会产生加码摊平的做法，不论你如何有信心，也不要在已经赔钱的股票上加码。如果你那么做，就显示你已不能配合市场脚步。但是有些买卖者不同意此一法则，而宁愿相信一种金字塔式的价格平均的技术，而且奉行不渝。在错误的方向加码，那是一种危险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人，只是在抢辩以掩饰其投资的错误，寄望能借加码扳回一城。也许会碰上一两次行情如你预期，但大部分的时候，市场都会证明你是错的。而且更悲惨的是，这种摊平的做法，只要碰上一次大行情，你可能会一次就挂掉。这种方式的确不是我们散户可做得来的。记住，如果你的股票已出现或早已出现了空头的浪头，要快刀斩乱麻，先走再说，留着青山在，永远有柴烧。K 线、均线，一个是抓转折，一个是确认方向。转折转我就转是一个方法，均线转我才转也是一个方法。要使用哪一个方式并没有规定，符合自己的操作规划就好。最后分享一些交易心得。一，这是市场的第一法则，市场必定让多数交易者失望。二，交易精英们并不是依靠一个神秘指标或某种交易秘诀获利，不是依靠选对了交易市场，不是依靠选对了交易时间，也不是依靠选对了金融产品。他们的成功源于成功的交易通则，源于对于这些通则的严格遵守。三，无法放弃以往的经验是每个交易者都会犯的大错误，无一例外。虽然坚定不移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困难重重，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就无法取得成功。但这样做也可能会让你执迷不悟地践行亏钱的方法。相信我，我非常清楚这一点。要知道，过了15年我才放弃使用艾略特波浪理论。四，关注利润并不能赚大钱。交易者应该关注交易过程，而不是利润，即应该重视管理，明确预案和执行交易计划。如果学会重视交易过程，利润自然就有了。五，不管你相不相信，成功或者始终保持正确，并不是那么重要。要是你一心想着取胜，那么可以认为你会倾注过多的资源和精力，盘算着如何战胜市场。这些有色眼镜让你看不到交易的任何其他目标，只有取胜。不幸的是，取胜和保持正确的意愿反而会成为成功的绊脚石。六，如果你阅读的报告有着过于鲜明的观点和意见，请保持警惕。如果分析师显得无所不知，那么你一定要小心。七，成功当然很美好，但是让它成为你的主要目标是不合适的，会令人迷失方向。如果你希望成功，你的交易目标应该是进行风险资金管理。八，如果你的期望是赚大钱，几乎可以肯定你的交易会失败。九，你要明白，成功交易唯一真正的秘诀是管理好损失。如果你能够将你的损失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且可控，让你的盈利大于你的损失，那么你将在这种失败者的游戏中胜出。10，不要让失败的交易在你的脑海里残留，自信地把它清除，然后慢慢地把失望抹去，让失败的交易会在达到你原定的止损点时终止。11，作为一名交易者，你应该让交易爆仓风险趋近于零，任何0以上的财务爆仓风险都算高。12，请记住，成功的交易就是生存和良好的风险管理。13，爆仓风险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生存的关键。在我看来，
爆仓风险是打开真正交易知识大门的钥匙，除非爆仓风险趋近于零，否则不应该交易。14. 学会涉足众人不敢去的地方。如果多数交易者失败了，你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涉足众人不敢去的地方，而不是效仿他们。你必须学会远离大众，与从众心理对抗，不能因为人多就感到安全。15. 资金管理是成功交易中投等重要的一环，它是生存与成功的密钥。当你开始交易以后，请你一定要善于输，长于赢，果断止损，放长线钓大鱼。不要忘记交易的本质是输得起才能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投资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反思，克服人性的弱点，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感谢大家的聆听，祝大家投资顺利，财源广进。关注我，我是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